来，我们画这个绣球好不好？来画这个绣球。来，我们首先来分解一下这个绣球。那这个绣球形的是上面是一个球，然后我们把这一个花分为3层，它是这样的一个姿态啊，姿态是这样子的，上面这个球是碎花瓣，分为三个层次，然后我们来分解一下它的特征。第一层，那我们首先我们要看这朵花，看这朵花的时候，你要看它的颜色哪里深浅变化这种颜色。你看第一层它最上面，最上面它的颜色是不是最浅一些？它颜色肯定是最浅一些。它中间这一块，你看这个花，这中间这一块是不是最深的？中间这一块是最深的。下面这个花瓣也很深，下面这个大花瓣也是很深的，中间这一块是最深的，上面是最浅的。那第一层相对于这朵花来说，它颜色是浅的。然后花瓣呢，中间这个球花瓣都是小的，所以说1、2层的花瓣都是小的，花瓣是小的。然后物象呢，物象它的上面的它离我们的距离是最远的，所以它的这个花瓣有点不清晰，就是虚的。中间这里和下面这里这个花瓣，每一个花瓣都看得很，这个花瓣都看得很清楚，所以上面这个是虚的。我们画一个物象要有虚有实，要有变化，要有变化，你怎么去画出这种变化？你要去找它的变化呀，要去找出它的变化，这些都是变化，这些都是变化啊。第二层是中间这一层，中间这一层它的这个写错了啊，物象是虚，花瓣是小，颜色是浅，写错了一个字啊，颜色是浅。然后第二层呢，第二层这个物象它是实的，物象是实的，然后花瓣它也是小的，但是它颜色是最深的啊，颜色是最深的。第三层你看它的物象也是实的，然后花瓣它很明显，这外面这一层花瓣是最大的，花瓣是大的，然后颜色也是深的。然后所有的这种深中有浅，浅中有深，大中有小，小中有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在这个变化中找规律。好，这个是它的这个花瓣的这个特征。然后我们今天用什么颜色？这一朵花还是一样用玫瑰红，胭脂。用玫瑰红和胭脂，可以加一点点这个玫瑰红和胭脂吧，就2种颜色来画吧。底色基本上不用到什么底色，基本上这朵花不需要用什么底色。来分解一下这个花瓣，笔洗一下，洗一下不用洗得太干净啊。玫瑰红、胭脂，直接玫瑰红和胭脂2种颜色就可以了。来画一下花瓣。我们每一次画这种绣球形的，我们都是先画第2层。那第2层的花瓣，第2层花瓣都是一些这种非常小的这种花瓣啊，你可以点，可以撇，可以横，可以撇，可以捺，可以横，各种各样的花，各种各样形状的花瓣。直接去点，你能画出多少种形状，你就画出多少种形状，就是各种各样的小碎瓣啊，小花瓣、小碎瓣，各种各样去画。然后我们第一层的花瓣是虚的，你就这样去点它，去点，拿笔直接去点它，点出有大有小，有长有短，有变化的这些花瓣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最后一层大花瓣，你要颜色要调饱满，
颜色调饱满，直接这么去滚。那你这个后面的这大花瓣你去滚出来，滚的时候两边再夹一下，你看这样子一笔滚出来，这个花瓣它就有这种笔触感，然后边缘有这种不规则的这种齿轮感，就像这个真实的花瓣一样的，特别好看。也可以滚，还可以点点点点点点点，点多了就成了面，是吧？那也可以推，一笔一笔的推，推一笔点一笔，推一笔点一笔，这样子来组成这个大花瓣。那这个大花瓣你还可以这么两笔来组成，两笔来组成一个大花瓣，还可以这么画，这也可以画大一点，两笔来组成一个大花瓣，一笔大一笔小。好，这个花瓣我们就分解这么多了，因为这个绣球形其实画起来挺简单的，大家来，我们来把这些花瓣来组成一朵花。那现在开始，现在把这个花瓣来组成一朵花，颜色一定要调饱满。这一朵深色的花，我们就不加这个，不加太白了，我们加一点这个什么太清蓝，好吧？这个玫瑰红里面我们加一丁点这个太清蓝啊，一丁点就可以了。偶尔有的时候加一点太清蓝，让这朵花里面透一点点蓝，有的时候透一点点蓝啊，太清蓝。好，让它颜色有一点变化。好，我们笔里面直接加水哈，来直接加水。好，我们来开始画了啊！把这个玫瑰红里面稍微的调一点点太清蓝进来，不要太多了，有一点点太清蓝进来，水分不要太大了。当你画的时候，你看一下这个笔，这个尖都不尖了，很多水了，说明那我们把这个水分在这个废纸上又沾掉一点点，沾掉一点点哈，不要让水分太多，你看着看水分多与少，看都能看得到啊。看都能看得出来，然后再去调水，把它沾掉一点点，再去调，然后加一点点胭脂，加一点点胭脂。好，我们来开始画啊，画这个小的碎花瓣。碎花瓣我们就大家想要看绣球形的，但是我们的新朋友们，我也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懂这个绣球形的，它就是灵活的画。就是灵活的画，你看跟我们刚刚那朵花就完全不一样。你看这些都是碎花瓣啊，你就看不出哪一个花瓣是哪一个花瓣，也看不出来正反瓣，没有正反瓣区别，它就是你所有的这种，你能够画出多少种笔法，你就去画各种各样的笔法，各种各样的点，你去点。偶尔也会画一些这种大一点的花瓣，这个花瓣要有大有小，也有一些长一点的花瓣啊，不是说都是短的，有长的，有短的，有碎的，有大的，有小的。你看这些花瓣，你能画出多少种笔法来，你就去画多少种笔法来。笔上没有太白啊，这一次没有加太白的，有一些长的。那这一块我们最深了，最深的地方，如果你觉得不够深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黑色，或者是加一点太清蓝进来。你看最深的地方，你加一点太清蓝进来，它会显得更深。
好，这个花瓣就是各种各样的花瓣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碎瓣。那笔上干了，我们就加点水啊，加点水。加点水之后，再继续调色。玫瑰红、胭脂，就是玫瑰红和胭脂两种颜色。补充，笔上没有画几笔之后，就要开始补充一点颜色，因为这个深色你画一下，这个笔尖的深色就会没有了。因为我们要画出这种深浅的这种变化来，花瓣要有这种深浅的这种变化层次在。你看，这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碎花瓣。那这里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让它有大有小。来补充颜色，笔上颜色不够了，我们就补充颜色。不要留太多白。好，我们中间这个第二层基本上就画这么多，然后我们再画这个上面这外围的这第三层。第三层的颜色稍微浅一点啊，浅一点，然后物象是虚一点，所以我们稍微的要浅一点啊，相对于这朵花来说，它是比较浅一点的。所以我们在调色的时候，稍微的调的不要调的那么饱满，笔尖还是要有深的。当然这个层次要有大有小，你看有一些很小的这种层次啊，也要表现一下它的碎花瓣的碎，让它有这种强烈的对比，有这种很碎的又有很大的这种强烈的这种对比。好，来笔上有点干的时候，我们补充一点水分。补充了水分之后，补充一点颜色。这个上面这一部分的这个花瓣，它都是比较碎的。而且物象是比较虚的，所以我们就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偶尔点出一些大一点的，让它有大有小，有变化。好，我们让这个虚的多一点，更能体现这朵虚的出来。这个实际上的花它可能没有那么虚，但是我们
画的时候，为了把它让它体现它的虚，所以我们可以更加虚。就这么去点。好了，这个球基本上就这样子。这边来一个花瓣，跳出来一个花瓣。颜色要调均匀啊，不要一下子深一下子浅。好，我们这个球就画这么多，然后我们现在要画这个底下的这个大花瓣了。底下这个大花瓣，那我们要蘸一点水分，加一点水分进来。大家这个想看到这个绣球形的花，来底下这个花瓣，我们加一点太清蓝进来。先把这个太清蓝调一点进来，调到笔肚上，调到2/3的地方。这个玫瑰红加太清蓝是不是紫色？对，就是要它是紫色，水分好像还是不够，再加一点点。因为这个大花瓣很吸水，然后调这个玫瑰红，哇，这一笔下去，这个玫瑰红都没了。我们要再挤点这个玫瑰红出来，再挤点颜色。你看，不要怕浪费颜料啊！你们说颜色不饱满，那就是你们这个水分不是这个颜色调的不够饱满，颜色要够饱满，继续调色。那你看一笔调了多少颜色进去了？颜色要够饱满，你画出来这个颜色才会鲜亮，才会好看。笔尖蘸胭脂，你前面的颜色够饱满，你蘸胭脂就不会黑，不会发黑。可以蘸一点点太清蓝。来，这里先来一个太清蓝，没有蘸匀哦，太清蓝没有匀。先来一个大花瓣，这个大花瓣比较宽啊，直接过来，比较长，比较宽。这里有一些缺口，好，这一个大花瓣，然后我们再来继续第二个大花瓣。这个大花瓣从这里出来，好，这个是第二个大花瓣。这里来个大花瓣，哪有笔上没有水分呢？我们加一点水分，加点水分之后继续调色，太清蓝加玫红，然后笔肚蘸满这个玫红，蘸得很饱满，一定要蘸得饱满，够饱满啊！你看这挤这么多颜色下来，一下子又没了。所以说，你们说颜色不够鲜亮，那是为什么？就是颜色蘸少了，就是不要节省颜料啊。节省颜料就是画浅色的，要节省颜料就得画浅色的，不要画深色的。深色颜料就是要调得够饱满，它的颜色才会鲜亮。来蘸这个胭脂，
这里来一个大花瓣，这个大花瓣大概画这么长。这个笔尖不够深啊，笔尖再来一点点这个太青蓝，来一点点胭脂，或者是你蘸一点黑色也可以。笔尖不够深，所以这个花瓣与花瓣衔接的地方还不够明显，所以我们要加一点深色，让这个衔接的地方够明显。好，这里来一个大花瓣，在笔尖再蘸点深色，笔尖再蘸点胭脂，太灰了，我们要蘸一点这个红色的，鲜艳一点，蘸一点玫瑰红，再蘸一点点胭脂。这里有一个反瓣，我们反瓣里面去补充一个正瓣。好，我们外面再加一层，这个地方再来一层。这个笔始终是有一点点干了，你看水分沾的不够，它就会干，看到吗？要蘸多，还是要有水分，但水分太多了又掌控不好，所以这个还是要自己去慢慢的多去尝试。我画的时候也会有这个水分不够太干了的时候，所以都要不断的去尝试啊。来回一下笔，好，这一边的花瓣，然后这边还要画一个大花瓣，要蘸一点水，加点水进来啊。这个花瓣是大中有小，小中有大，有大有小。蘸胭脂，胭脂不够深的话，你可以蘸一点点太青蓝，但是要调匀哦。好，这里再来一个大花瓣。颜色一定要调匀。你看这个笔，我画的也会干，回一下笔，来加点水，干了就加点水。底下这个大花瓣，我们不要把它画的太圆了。先开始你就大胆的画啊，后面我们再去调整它。加一些这种小的碎的这种感觉。好，我们看一下这一里，然后哪里再去加一个花瓣，看一下整体。看一下整体，我们这里再来加一层。颜色一定要调匀哦，你看我画的时候颜色都会调不匀，大家也是一样啊。水分也经常会不够，直接加点水进来，笔里面加点水。下面这个花瓣我们慢慢去加。
也要有一些这种小的碎的这种花瓣。看一下，再站起来啊，坐着有的时候看不清楚，我们站起来看一下，看一下哪里需要加，哪些这种小的细节，回一下笔。然后把这个切口的地方需要去补充的去补充一下，调整一下，最后再去调整一下，这更深的让它更深一点。绣球形的也有很多种，就是每一个我们画的每一个绣球形的也都是不一样，就不是说所有的绣球都是一样的。把这个花瓣再加大一点点。好，我们再回一下笔，调整一下这个，沾一点点这个太白啊，来调整一下这个外形，沾一点点这个玫瑰红，调整一下这个外形。刚开始就大胆的去画，最后我们再去调整。这个绣球形的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绣球形的它画起来就不用说那么就是不要把每一个花瓣都表达的清清楚楚，就让它有一些这种朦胧感，